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最近这2天，台北捷运的伤人事件让整个台湾社会都揪紧了心，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，看到新闻的时候都觉得脊背发凉。咱们先把时间拉回12月19号傍晚，那正是下班通勤的高峰时段，台北车站、中山站这些人潮涌动的地方，本该是大家归心似箭赶回家的场景，却突然被烟雾弹的刺鼻气味和尖叫声打破。一名27岁的张姓通缉犯戴着防毒面具，拿着尖刀，在捷运站里和周边疯狂砍人，最后在诚品南西店坠楼身亡。截至现在，这起事件已经造成包括嫌犯在内4人死亡，5人受伤，其中还有人生命垂危。更让人揪心的是，受伤者里有一位是艾滋病感染者，接触过他血液的人还得赶紧去就医。每当看到这样的新闻，最让人心痛的就是那些无辜的受害者，他们可能只是想下班回家吃顿热饭，可能只是路过转个车，却突然遭遇了这样的横祸。在这里，想向逝者的家属致以最深的慰问，希望你们能挺过这段最难的日子，也祝愿受伤的朋友们能早日康复。心痛之余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和我一样，心里堆满了疑问。咱们先从最直接的问题开始想，一个被桃园地检署通缉的逃犯，怎么就能戴着专业的防毒面具，带着烟雾弹和长刀，在全台最繁忙的交通枢纽里自由进出，还能从容的连续作案呢？台北捷运不是一直说有严密的安保，警员还配备了手枪、电击枪这些装备吗？可为什么当危险真的发生时，这些防护措施好像都成了摆设，没能及时拦住歹徒，反而让无辜民众付出了生命的代价？可能有人会说，这只是个例，是偶然事件，但大家仔细想想，这真的是偶然吗？咱们回顾一下，2014年有郑捷的捷运砍人案，造成4死22伤，2024年台中地铁也发生过砍人事件，再到这次的台北车站血案，这么多年来，类似的随机伤人事件一次次上演，难道还能简单归结为偶然吗？这不禁让我想到第二个问题，为什么台湾的公共安全防线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候失守？其实深入了解一下就会发现，这里面藏着很多长期积累的问题。就说警力吧，有数据显示，全台一线警力缺额将近7、8千人，基层警员早就疲于奔命了。就拿台北的中正一分局来说，每个月要应付63场陈抗勤务，平均每个警员每月加班都超过80小时。大家想想，警员们都被这些非警务的政治活动牵扯了大量精力，哪还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做社区巡逻、危险预警这些本职工作呢？民进党当局天天喊着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，搞了一堆花里胡哨的巷战演练，甚至把出租车司机、大楼管理员都拉来当准民力，可偏偏在最基础的公共安全防护上掉了链子。这种本末倒置的操作，不就是把民众的生命安全当成了摆设吗？再往深了想，第3个问题就来了，为什么这些作案的人大多都是像这次张姓嫌犯这样的社会孤立分子？他们往往没什么稳定工作，和家人关系疏远，心里的负面情绪越积越多，最后就用极端的方式报复社会。这背后是不是反映出我们社会的一些深层问题？大家可以看看现在台湾的年轻人压力有多大。有调查显示，超过90%的毕业生待业期间都会感到焦虑， 86.2% 的人愿意降薪求职，创下了6年来的新高。刚毕业的年轻人如果没人援助，仅靠自己的存款，平均只能维持30天的生活，还有将近一半的人是零存族。除了就业压力，心理问题也越来越突出。而福联盟的调查显示，22.3% 的青少年在过去1周里有过自杀的想法， 37% 的青少年面临情绪困扰，其中近 18% 达到了中重度，需要专业协助。更让人揪心的是，有心理困扰的青少年里，竟然有 46.5% 会选择向人工智能倾诉，比向学校、向专业心理人员求助的比例都高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我们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根本没跟上，那些陷入困境的年轻人找不到合适的倾诉渠道和帮助途径，慢慢就被边缘化，成了社会孤立分子。当他们的负面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，又找不到出口，
就很容易走向极端。说到这里，可能还有朋友会问，那出了这么大的事，相关部门就没有补救措施吗？确实，台北市政府成立了应变小组，加派了警力巡逻，捷运站也搞了反恐演练，跨年晚会还准备部署特勤、防暴车和侦爆犬。捷运公司也表示会给死者家属支付500万新台币的保险赔偿金，市府也设了窗口协助申请补偿金。这些措施看似周全，但大家有没有觉得这都只是事后补救？就像给破了洞的堤坝临时贴块补丁，却没想着从根本上把堤坝修好。咱们不妨再追问一句，民众真正需要的到底是什么？是事发后再多的赔偿金，还是平时出门能安心走路？是商场里再多的保安，还是不用时刻提心吊胆地观察周围的人？答案肯定是后者。大家努力工作，认真生活，图的不就是一份踏实的安全感吗？能安心上下班，放心逛商场，踏实的陪伴家人，这才是最基本的民生需求啊。可民进党当局呢？把大量的精力和财力都放在搞政治作秀上，反而对民众的生命安全、就业压力、心理需求这些最实际的问题漠不关心。甚至在事发后，还有人想散布嫌犯是大陆籍的谣言，把事件政治化，用这种方式转移焦点，实在是让人愤怒。其实这次的血案更像是一面镜子，照出了台湾社会早已千疮百孔的安全网，也照出了民生治理的诸多缺失。它提醒我们，公共安全从来都不是一句口号，也不是靠几次事后的演练就能解决的。它需要的是把警力资源真正用在刀刃上，让警员能专心做好治安防护。需要的是严格管控危险物品的生产和销售，从源头切断歹徒的作案工具。更需要的是完善社会福利和心理服务体系，给那些陷入困境的边缘人群多一点关注和帮助，让他们能感受到社会的温暖，有机会重新融入社会，而不是被一步步推向极端。悲剧已经发生，再多的追问也换不回逝去的生命，但我们不能让这些生命白白牺牲。希望这次的事件能真正敲响警钟，让相关部门正视问题，解决问题，而不是敷衍了事，不了了之。因为对每一个普通人来说，最珍贵的从来都不是那些虚无缥缈的政治口号，而是实实在在的安全感，是出门在外的安心，是家人团聚的踏实。最后，也希望咱们每个人都能多一份警惕，多一份善意。遇到需要帮助的人，能搭把手就搭把手，看到可疑的情况，及时向相关部门反映。毕竟，公共安全不是某一个人的事，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守护。愿这样的悲剧再也不要发生，愿每个在台湾生活的人都能拥有一份安稳的幸福。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，咱们下次再见。